太后赵姬迷上长生与驻颜之书后，一纸命令，索春丹变成了所有人争命的筹码。谁就可能一步登天。索春丹而已，别人拿命去赌的机会，对我来说是离开泥潭的第一块踏脚石。他来到这个世界不过数月，只是阴阳家最底层的普通弟子。可不久前，云中君开炉炼丹时，他只看了一眼。火候、药理，这些人还在摸门，我已经进门了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你们练的不是丹，是垃圾！作为武林玄童，他本该借督察炼丹进度的差事轻松捞功。他自己也想练索春丹，而且练不出来。丹香，这灰衣少年快成丹了。索春丹练的虽有章法，但几味君药的配比还是差了些意思。照这样下去，就算成丹，品相恐怕也高不到哪里去。这样吧，你我联手。你一个普通弟子，没有我的背书，就算真练出来，也未必保得住功劳。可若跟着我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师兄，这索春丹是我一人所练，不敢劳烦师兄。你可想清楚了？没有我的许可，私自炼制高阶丹药，本就是违规。我若追究，现在就能治你一个罪名。这丹我自己会献，这功劳我也自己会领。好，好得很。啊！
何事？说。禀护法大人，弟子发现一桩大事，事关我阴阳家安危，不敢不报。弟子督查炼丹进度时，发现新晋弟子陆景行迹极其可疑，此人炼丹手法诡异，完全不像本门路数。奸细，奸细，道家天宗，你先回去，稳住他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若真是奸细，是，弟子遵命。这次我看你怎么活。也是，人嘛，好好珍惜你最后这点时间，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大祸临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现方才离开的那段时间，不是在消气，他是去找了一个足以决定陆景生死的人。毁药是拖住我，离开是去编一张要我命的网。最顺手的罪名就是奸细。真正压下来的是整个阴阳家森冷的权力。若不走等死，若走便等于坐实罪名。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大祸临头。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，必须走，立刻，马上。已经盯上我了，若真有人出手，我连解释的机会都不会有。这种地方，死人从来不需要理由。居然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。这不是退路，是赌桌。赌赢了，我活；赌输了，今夜就是死期。在下叶萧，为锁春丹之事，求见太后。有劳。太后有旨，传束发清源入干。第一步成了。在下拜见太后。你说你能炼制锁春丹？只要药材丹炉备齐，在下即可开炉。你一个弟子，倒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有把握。
因为他们未必会练，但我会。有意思。不是，说下去，被污蔑为奸细，你倒坦白。与其等人揭穿，不如我自己说。那你凭什么觉得本宫会为了你去挡阴阳家？锁春丹是我的投名状。哼哼，好一个投名状！庇护你不是不行，但若是为本宫炼丹的方式，自然另当别论。从今日起，备上干净道袍。是。你既要本宫庇护，就拿真本事给本宫看。本宫护你，你便白费了这张脸。不会让太后失望。这里不是避风港，只是另一张更大的网。来，本宫没留错人。太后要的不是人，是丹。我若分不清，就活不到进宫了。本宫要尽快见到锁春丹。是。此炉乃三足九转乾坤鼎，辅以三花七叶布阵调和。请录方士稍后。此鼎名为火龙鼎，是宫中珍藏。太后吩咐您炼丹所需，一概优先。看似一步登天，实则步步悬崖。我要变成不可替代。我要炼的，不只是一炉让赵姬满意的丹药，我要炼出一条命。从现在开始，该轮到我落子了。果然有地火。寻常炼丹师只会把它当燃料，可檀香木里的木质精华才是真正能压住丹火、抬高品相的关键。木性温，火性烈，以木含火，以火逼精。百年何首乎？雪域深。
这是在和李现赌命，和星魂抢时间。今夜若不能把自己挂到赵姬这棵大树上，明日天亮不能败。起！这是让易炉药废掉最快的一步，也是让易炉丹脱胎换骨的关键一步。现在的我，就像走在悬崖边上，一步踏错，不是药废，是命没。最后一步，洗！宁！你想断我的路，可惜我先把桥搭出去了。灰衣青年，太后请您进去。怎么，本宫的话不管用了？太后若想见，我进来便是。那便进来吧。太后，这便是锁春丹。拿来。阴阳家那群废物拖了这么久，倒叫你先练出来了。太后所需，陆景不敢怠慢。李现毁我药材，又往星魂面前泼我一身奸细的脏水，阴阳家已无我容身之地。我若不来甘泉宫，等不到明日。所以你便拿这枚丹来向本宫换一条命。不是换，是投名状。东西瞧着倒好，可这世上越漂亮的东西，越容易要命。小仙长，你可曾吃过？但凭太后吩咐。暴力不烈不冲，反而温和的近乎不可思议，像有一双无形的手，正在一点点梳理。
竟然是真的！他这一生最怕的是衰老，容颜终会逝去，青春终会流走。成了，从我吞下这半枚丹开始，这局就不再只是求命。一旦吃下去，你这投名状，本宫收下了。谢你。而是甘泉宫里太后亲自认下的方式，也是她舍不得轻易放手的筹码。这是把哀家最怕失去的东西重新送回来了。小姐，你让哀家如此欢喜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真正的考验，不是炼丹，是丹成之后。妙，这功法竟真的能运转。阴阳交汇，冲合自生。小家伙，你可真是本宫的福星。能与太后相遇，是臣三生有幸，此乃命中注定。臣在看一桩人间绝色，
就你这张嘴，不知能迷死多少怀春少女。说起来，本宫还真得感谢阴阳家的那位，若不是他，你我又怎会有这般机缘？臣是不是也该感谢他，让臣有幸一睹太后芳容？在想什么？我在想阴阳家，星魂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再加上月神，这3个人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人头疼。如今梁子已经结下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有本宫在，阴阳家的手还伸不到这里来。在这咸阳宫里，你便是最安全的。可我若只依附于他，终究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。紫眸少年，你确定那个叫陆景的弟子是道家天宗派来的奸细？这次若不能给出交代，我这左护法之位都未必保得住。李现亲口所说。对了，东皇阁下，属下追查陆景行踪时，哦，竟有此事，不知紫衣少年所言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有些好奇。金袍高冠男子大人掌管诸多丹药与秘宝，不知最近可曾丢失什么重要之物？多谢。便是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。有任何损失，星魂护法会不会是看错了？看错？岂会看错一个活人？根本不是我阴阳家的功法。一个普通入门弟子能有这等本事？他若不是身怀异宝，就是背后有高人指点，无论哪一种，都足以证明他绝非善类。此人已非朋友，请阁下示下。阴阳家不便直接出手。不便直接出手？以阴阳家的力量，杀一个无根无底的小子，本该只是抬手之间。不错，原来如此。吕不韦与太后那些见不得光的旧事，在咸阳高层从不是秘密。吕不韦一定会出手。记住，本座不希望看到任何失手。属下遵命。陆景，这一次我要你神魂俱灭！那位紫袍少年亲自出手，还要联合相国，那个叫陆景的小子是当真没有活路了。
相国大人的阴阳家左护法星魂大人求见。请。大驾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今日前来是奉东皇阁下之命，与相国大人谈一笔交易。愿闻其详。陆景，又是这个名字，为何？此人是道家天宗安插在太后身边的奸细。道家奸细，不过是一层体面说辞罢了。区区一个小小奸细，何须紫袍少年亲自费神？此事如此，便有劳相国了。你以为得了赵姬一时宠爱，便能一步登天？既然你舍不得放手，便亲自替你断了这份念想。若只靠自己苦修，不知还要熬多少时日。一夜合修，竟让修为再进一步，连神魂都像被洗过一遍。得到的不只是修为，还有麻烦。阴阳家那边，陆公子，这是太后娘娘。可这副皮囊之下，不过是一个在乱世和权力夹缝中拼命往上爬的人。太后娘娘在主殿等您。知道了。在这咸阳宫里，我便是最安全的。至少，太后娘娘，锦儿，怕了。过来，坐到哀家身边来。都退下。太后，你会把我交出去吗？交出去？哀家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宝贝，怎么舍得交出去？吕不韦只送来一封信，便是他亲自来甘泉宫要人，哀家也不会给。他若便要让他滚出去，成了，我赌对了。现在不怕了。有太后这句话，臣自然安心。我想活，不仅要活，还要活得够高。既然太后不肯放人，那臣便只能更听太后的话了。你这张嘴，不经粉身碎骨，无以为报。哦，那你说说，打算怎么报答哀家？寻常报答未免太俗，必当竭尽全力让您满意。今夜不许再找借口。成了，只要他还舍不得我。太后她
拒绝了，拒绝了！他竟敢拒绝我！赵姬不是在护一个男人，而那个黑发道人就是他立起来的一面旗。那人来历未明，他如今又护得这样紧，若现在撕破脸，只会逼他彻底与我离心。既然硬的不行，那就来软的。他若是贪图年轻俊美，我便给他一个更好的。来人，把辽台叫来。赵姬，你若想借一个男人立旗，那老夫便用另一个男人把你这面旗连根拔了。收拾一下。终于等到这一步登天的机会了。只要他被高马尾青年牵住心思，另一个男人自然会失去价值。黑袍道人，太后吩咐了，说您若是有需要，奴婢们可以在旁伺候。这是怕我受了委屈，特意安排人替我消火。这位太后，有时候体贴的真是荒唐。正好，有这些东西，至少能先把命保得更稳些。丹田之中补元丹，于炼气境修士而言，无异于第二条命。这种控制力，若被外界炼丹师看见，丹药与实力才是将来的刀。男人认真起来，果然比平日更动人。尤其是像他这样俊逸年轻，又偏偏身怀绝技。仙师，补元丹有何妙处？内创，一粒可愈，药性温和，活血生肌，伤愈之后不留疤痕。若平日无病无灾时服用，她根本不是一只漂亮又会说话的小雀，她是一座活着的宝库。这样的人必须牢牢握在我手里。太后，相国大人求见。是他。玄袍仙师不必担心，不过是相国来了而已。你继续炼丹，有哀家在。太后，贫道也想见一见这位权倾朝野的相国大人。那可是吕不韦。陆仙师竟然主动要见。这不只是温柔，我要所有人都看清，这个人是我的。这下好了，总不能让相国看清了哀家的人。太后竟亲手为一个男人整袍，那位黑袍青年在她心中的分量，已经高得可怕。真正的局从这一刻才算开始。今夜没有人翻脸。
这座大殿总是这么冷清，但有你陪着，便觉得温暖，好吗？玄袍方士竟当真在甘泉宫里。看这情形，他受宠的程度比我预料的还深。这就是吕不韦，果然气势惊人。只是那双眼阴鸷的像蛇，原来是他。历史的轨迹果然还在往原本的方向走。还未如何，就对我起了敌意，是因为我站在太后身边挡了他的路。这个未来的长信侯留不得。拜见太后，拜见太后。哦，你说他啊？寡人最近对方术丹道颇感兴趣。说起来，这位黑袍方士不就是相国你在信中指名道姓向寡人要的人吗？怎么，人就在你面前？好一个赵姬，竟半点情面都不给。这位太后倒是真会杀人诛心。原来这位就是陆先生。是臣疏于查证，误信了小人谗言，险些冤枉了这位先生。不知者不罪。相国日理万机，偶尔出点差错，也情有可原。太后，臣今日前来还有一事。名为廖太，为人忠厚，办事得力。臣听闻甘泉宫中人手不足，恐有宵小惊扰太后清修。送高壮男人入宫，这才是高冠老者今日真正的目的，未免显得太过强势。既然是相国的一片心意，那寡人就收下了。你以后就留在甘泉宫吧。谢太后恩典。陆景没带走，但辽太进来了，最重要的一步终究还是成了。如此，臣便不打扰太后歇息了。臣告退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想杀我，就怕你没这个本事。叫辽太。回太后，正是小人。这东西该如何处置？直接杀了？不行，当着太后的面处置送来的人，太急也太显眼。要杀也该有个由头，杀得名正言顺，干干净净。杀了他，岂不是脏了您的眼，也污了这甘泉宫的地？你从今日起负责甘泉宫内所有洒扫、挑水杂活。宫中规矩多，手脚放干净些。若打碎了东西，
或冲撞了哪位宫人，自己去领死，别来烦太后。谢青袍男人不杀之恩，谢凤冠贵妇不杀之恩。明日随便寻个由头，便能叫你无声无息的消失。还是陆郎懂我的心。时辰不早了，臣该去炼丹了。今夜还有更重要的事。炼丹，哀家陪你可好？好。这样的灰袍男子，比平日更叫人移不开眼。穿越至今，我一直步步为营。可这一刻，快点儿，磨磨蹭蹭的像什么样子？主殿的大水缸还没满一半，天黑之前挑不完，你今晚就别想吃饭了。回去重新打满，一滴都不许少。你这老匹夫，我要把你踩在脚下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成了。太后，这是新炼制的养颜丹，可保容颜常驻。陆郎辛苦了。时机到了。白日炼丹已将真气催发到极。就是现在！破！筑基初期，成了！我的身体像在重新焕发生机。白衣男子越来越强，也越来越叫人看不透。太后若想要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给您摘下来。区区仙丹，何足挂齿？长生不死仙丹，对这个时代的人而言，或许只是传说，并非全无可能。只要材料足够，时机成熟，却也并非这重要。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红衣女人毫无保留的庇护。光说不练。太后遵命。哎，人呢？我已等得不耐烦了。紫袍少年稍安勿躁，此事出了点小小的意外。意外？非是本相不尽力，实乃太后那边。太后对那陆景兴致正浓，把他看得极紧。如今正是新鲜劲儿上头的时候，又是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一个靠女人庇护的废物，那就让他再多活几天。废物！除了装神弄鬼，还会干什么？来人！是陆景，
又是那个该死的小白脸！他不仅霸住了太后，竟连宫中防务都插手了。我送人入宫，本是为了安抚太后，也为了安插眼线。直接动手不行，会惹怒赵姬。既然不能从外面攻破，那就从内部瓦解。你立刻去给辽太传个信，请相国吩咐。不要再想着爬上太后的床了。不需要证据，只要怀疑的种子，让他想办法离间太后和陆景的关系，懂吗？只要太后对陆景起了疑心，厌弃了他，我们的机会就来了。有人明白。你以为抱紧太后就能高枕无忧？女人的心最易生变。离间，这可比爬床容易多了。那个叫陆景的小白脸，等着吧，我就会让你滚出咸阳宫。赵姬的庇护对我而言确实重要。对我抱有杀意的人，留到明天就是给自己埋雷。偷盗太后赏赐给仙师的炼丹药材，这罪名太后起身了吗？回禀仙师，太后正在梳洗。小方氏，今日怎么起得这般早？都退下吧。你昨日炼丹辛苦了。为太后分忧是臣的本分，何来辛苦一说？昨日炼制的丹药只余2枚，臣想着叠丹的效用。我已亲身感受过，若能再多几枚，自然再好不过。故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你若不累的话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哀家陪你一同过去。这宫里啊，每天都有趣事发生。听来确实有趣。你猜后来如何？愿闻下文。参见太后，参见仙师。臣昨日特意为今日炼丹备下了一份教材，就放在此箱之中。你说什么？可现在教材不见了。我明明下过死命令，任有人敢在我眼皮底下闯入禁地，动我的东西。来人！哀家倒要看看，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本宫的炼丹房也有人敢闯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太后娘娘明鉴！太后娘娘面前，岂容尔等喧哗？宫之中最不值钱的就是清白和性命。哀家新掌大权，总有人想试探底线。今日正好杀鸡儆猴，给本宫挨个搜，不管是住处还是身上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搜出来是谁，本宫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药材是我亲手拿的，戏台既已搭好，
就等那个觊觎太后的蠢货自己撞上来。走！别想骚！启禀太后娘娘，奴才昨日傍晚曾亲眼看到他在炼丹房附近鬼鬼祟祟、探头探脑。来了。冤枉！奴才冤枉啊！奴才只是奉了吕相的命令，关心一下太后娘娘的近况。奴才只是路过，想看看青袍男子炼丹是否顺利，绝没有偷到药材啊。吕不韦是吕不韦，这个人分明是前些日子他送进宫来的，当时只说给哀家解闷，奉吕相的命令，搜他的身，再去他住的地方，给本宫一寸一寸的搜。奴才真的没有偷，是有人陷害我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可惜你拿不出证据。启禀太后娘娘，在灰衣男人的床铺夹层中搜出了这个。人赃并获。这东西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昨夜我睡下前，这东西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干的。拉下去，移交掖庭宫处置。太后娘娘，且慢！太监，你竟敢送一个真正的男人进甘泉宫！你把哀家当什么？此人是吕相所送，身份又如此特殊，若是移交掖庭宫审讯之下，难不会走漏风声。到时候您和秦国的颜面将置于何地？况以吕相在朝中的势力，想要从掖庭宫保下一个人，把人交出去，就是给吕相留活路。既如此，便只能在这里永绝后患。偷盗宫中禁物，秽乱后宫，此等刁奴，罪不容赦。杖毙！为什么？不要！娘娘饶命啊！局已成，高帽男人今日必死无疑。放过我！放过我！说，回相邦，甘泉宫传来消息，辽太他怎么了？被杖毙了。辽太死了。
我安插在太后身边的一枚棋子，就这样被人连根拔了。这不是杀人，这是当着整个咸阳宫的面在打我的脸。一只狗就算养废了，要打要杀，也该由我这个主人来动手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去，放蝶吃鸟。相邦，这为了一个方士，是罗网弟子一等杀手。陆景，你坏了我的规矩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相邦，相邦，你的命数已定。阴阳家方士近期得宠于太后，现居甘泉宫偏殿。我要他死！辽台一死，吕不韦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条老毒蛇施了一只伸进后宫的手，接下来只会报复得更狠。有人潜进来了。罗网。
结束了。夺命13剑，第13式绝杀。躲不掉，挡不住。难道我刚穿越过来就要死在这里？我不甘心！夺命第一剑的起手，第5剑的变化，第12剑的后招。原来如此，这套剑法的核心在一个夺字，是夺命，以意夺魂。可它有破绽，这是第14剑。不，还没完。这是足以诛仙灭神、斩断因果的教。第15剑。装神弄鬼！呀！这一剑，我和吕不韦之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补元丹的效果比我预想的还霸道，但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。来人！仙师，您……我房里进了刺客，已经死了。
你受伤了。太后息怒，只是手臂蹭破些皮，这血不是我的。哀家的甘泉宫，什么时候成了任人出入的筛子？啊！奴婢失职，请太后责罚。尸体呢？忽云。查，给哀家彻查。今夜当值护卫一个都别想脱身。甘泉宫内外所有门户、值守、暗哨，全部重新盘一遍。你今晚不能再住这里。太后，跟哀家走。今夜你宿在哀家寝宫。还是说你要驳哀家的意思？小臣遵命。强死了。可真正分出胜负的，不是偏殿里那一剑。到了这里还要装吗？小臣只是觉得与理不合。你现在倒想起讲理了，让哀家看看伤到底如何。真好了。补元丹所致，小臣方才服了一枚。如此丹药足以让无数人疯狂，再加上他今夜显露出的锋芒，这个人不能只是宠着，必须握在手里。你知道今夜意味着什么吗？娘娘请讲。只要你还留在甘泉宫，这种刺杀就不会只来一次。所以小臣才把事情闹大，有人敢在甘泉宫动刀，也是在试探娘娘的底线。你果然什么都明白。那你也该明白，你若还想做个游离在外、只知借势自保的小方士，为既然要杀你，你就只能站到哀家这边来，而哀家也不会再让你站在边上。小臣明白了，今夜之后，小臣愿为娘娘分忧。谁敢动你，哀家便与他不死不休。娘娘，今夜这笔账迟早要还给相国府。当然要还，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。去歇着，今晚你睡在这里，谁也带不走你。
温柔乡最能销魂，也最容易送命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沉下去。太后，刺客的身上，我发现了一个印记，个黑色的蜘蛛印记，就在他的后颈上。蜘蛛印记，那是罗网的标志。吕不韦的那个杀手组织。正是。本宫要去找他对质。本宫要让赵儿治他的罪，哪怕拼个两败俱伤，本宫也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太后，息怒。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难道要等他下次得手，本宫就只能抱着你的尸首哭吗？当然不是。太后，您想，那刺客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单凭一个印记，我们能说明什么？完全可以推脱，说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他权倾朝野，门生故吏遍布朝堂，又是大王的重负，没有铁证，谁能定他的罪？这些道理本宫都懂，可一想到他差点死了，本宫怎么还能冷静？那我们就这么算了，就任由他这般欺辱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，等到大王亲政，等到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连根拔起的那一天，我们再跟他新仇旧账一起算。我们要的不是让他伤筋动骨，而是要他……你说的对，是本宫冲动了。为了你，本宫什么都愿意做，也害了正儿。太后是为了我好，我明白。小锦，嗯，你今日说的话提醒了本宫。本宫虽然是太后，却不可能时时刻刻护着你。这宫里人心叵测，今日是刺客，你不能总是指望别人。太后，我想学武，我想变强，强到足以自保，强到足以保护你。你想学武，本宫就为你找来咸阳城最好的师傅。隐秘卫的统领章邯，章邯部的确是个好选择。还有一人，剑圣盖聂。若是他肯教你，那自然最好不过。更不可能，那个人油盐不进不进，纯宫也使唤不动他。让盖聂教我，那画面还是别想了。本宫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宫里不还有一位高手吗？不好，赵高。果然是他。赵高这条毒蛇，怎么可能真心教我？他身为中车府令，是本宫可以随意传唤的人，名正言顺，也最为方便。就这么定了，明日本宫就传他过来。怎么了？得找个让他没法反驳的理由。
宦官怎么了？宦官就不能是高手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请您听我解释，我并无冒犯之意。我身为阴阳家弟子，对修行之道略知一二，若有唐突之处，恳请贵人见谅。尤其是我们这种刚入门的，最讲究一个根基稳固，阳气充盈。是拜他为师，阴气过重，朝夕相处时气机牵引之下，恐怕会引我自身外泄，于日后的修行不利。还有这种说法？千真万确，这干乎我未来的道途，不得不慎重啊，太后。你说的有理，是本宫考虑不周了。那人便算了。总算把这一关糊弄过去了。就让盖聂教你。那位大秦第一剑圣，鬼谷一脉传人。太后，这恐怕不妥吧？让他来教我一个方式剑术。大王那边，那位少年君王怎么可能答应？让自己的贴身护卫去教太后的宠臣，这事儿传出去实在难看。正儿是哀家亲生的儿子，哀家一手将他带大，哀家的话他不敢不听。再者，又不是让盖聂时时刻刻都跟着你，只是让他每日抽些空闲指点你一二罢了。这点小事他不会拒绝的。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能让正儿觉得哀家只顾着你。明日再炼制几颗丹药，哀家亲自带去给正儿，也让他知晓你的本事，明白你并非无用之人。若只是一味索取，只会让正儿心中不快，也不好护你周全。红衣女子思虑周全，臣明白了。明日一早，我便开炉炼丹。夜深了，无论成败，都该有个消息。现在迟迟不报，只怕出了变故。如何？可是得手了？相国，我们安插在宫中的人传来消息，一个时辰前，甘泉宫中确实有刺客出没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快说！但是甘泉宫内并无人殒命，太后和那个方士都安然无恙。据说那刺客失手后便逃走了。失手了？莫强竟然失手了！消息可确实？走了各处宫门，正在全城搜捕刺客。失手了。甘泉宫另有高手护卫？不可能！太后身边那些护卫绝不是我的人对手。为了除掉那个变数，他甚至动用了罗网这枚重要棋子。废物！啊！那个年轻人
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罗网地字号的杀手竟然失手了。那个女人竟为了一个小白脸，当众与我翻脸，必须死！必须杀了他！次刺杀不成，那小子必定有了防备，更何况他还顶着阴阳家外门弟子的身份，事情便麻烦了。可放弃，绝无可能。来人！传令罗网调动天字一等杀手，不惜一切代价诛杀那个阴阳家弟子。回乡帮，天字号杀手金尼正在外执行要务，最快也需3日才能回咸阳。那便先从暗处下手，而是名声。而是名声。陆景，本相看你能活几日？天亮了吗？你怎么醒得这样早？昨夜之事实在难以放下，罗网刺客越想越觉得后怕，索性早些醒了。是本宫不好，让你受惊了。吕不韦那个老贼，本宫绝不会就这样放过他，定要他给你一个交代。太后不必为我伤神。油嘴滑舌。太后，今日我想开炉炼丹。炼丹？炼什么？锁春丹。锁春？但凭太后安排。锁春丹不仅要稳住那位青衣贵妇，更要让我真正具备入局的资格。
成了。这么快就练好了？这才半日，这样的手段哪里还是寻常方式？陆景，在。随哀家去章台殿。你不能再只待在甘泉宫里了。昨夜你在这里险些被刺杀，已经说明有人容不下你。若你还只是本宫寝殿里的一位方士，那你死了也不过是死在阴影里。可若你入了大王的眼，那便不同了。好，但凭太后吩咐。大王，昨夜甘泉宫遇刺，卫卫军已封锁宫禁，刺客当场格杀，太后并未受伤。目标是谁？据隐秘卫查验，刺客似非冲着太后而去，而是冲着甘泉宫中近来颇受宠幸的一位方士。方士，是。此人名为陆景。六国死士潜入甘泉宫，只为杀一个方士，荒谬。也正因荒谬，才更加可疑。查，寡人要知道那个方士的一切。诺。启禀大王。俊秀清俊，气质出尘。最可疑的是他这份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沉静。这样的人绝不可能只是一个靠重眼上位的面首。儿臣见过母后。大王不必多礼。大王，哀家今日带陆郎前来，是要让你见识见识他的本事。哦，是他又新练成3枚。锁春丹。是。你可知欺君是什么罪？昨夜刺客为何要杀你？臣不知，但臣猜得到。说。也不想让我出现在大王面前。他这是在借势，借哀家的势，也借黑袍君王的疑。有点意思。哼，如今又能令母后亲自带你来章台殿。陆景，你让寡人很好奇。我今日带他来，本是想替他谋一条更稳的路。
正儿，哀家没有忘了你。你日夜操劳国事，月白术也练了3枚。此丹可养气血，去沉疴，服下后自会精神些。母后还记挂着寡人，任何入口之物都不能只凭心意。大王若有顾虑，倒也无妨。丹药性温和，并无冲突。若要验看真假，大王可命人取刀来，将3枚丹药各切一半。如此，既能看其内里是否如一，也可验明有无夹藏。可。当然，光是切开看，恐怕还不足以让大王完全安心。毕竟是入口之物，谨慎一些总是没错的。不若让我，这小子是疯了吗？赵高，奴婢在。那方氏之言，你怎么看？我在等你自己走出来。能为大王分忧，乃是奴婢的荣幸。赵府令，是在下唐突了。在下初来乍到，不懂宫中规矩，误以为人人都能为大王分忧，却忘了身份尊卑有别，还望赵府令大人有大量，莫要与我这山野方士一般见识。什么叫忘了身份尊卑有别？这小子分明是在拐着弯讥讽我一个宦官，也敢拦着他替大王分忧。灰袍少年言重了，咱家只是个奴婢，哪敢与仙师计较？敢出手也收得住。这个月白长袍青年比寡人想的更懂进退。大王，臣妾今日前来，却有一事相求。前几日有刺客潜入甘泉宫，意图行刺月白方士，可有受伤？幸得月白长袍青年机警，侥幸躲过一劫。可刺客一日不除，月白方士便一日身处险境。他终究只是一个方士，纵有炼丹之能，却无护身之术。臣妾恳请大王，能让黑衣剑客教导月白方士一些武道剑术。母后为何对他如此上心？一个炼丹方士，为何偏要学剑？为何偏偏是黑衣剑客？哪怕只分他一部分精力，也是风险。这种时候解释越多，但黑衣剑客身负护卫寡人之责，不可轻动。
隐秘卫若进甘泉宫，那里便再无半点秘密。这不是保护，是囚笼。我身上的秘密早晚会被挖出来。大王厚爱，臣感激不尽。黑衣剑客与黑甲将军皆是大王臂膀，国之栋梁，用来看护我一个炼丹方士。抱剑先生剑术绝世，护持大王左右。黑甲将军统领隐秘卫，监察宵小，震慑六国余孽。二位皆为国之重器。好个白袍方士！将军乃外臣，暗卫又多为男子，一人安危事小。再恳请大王一事。说，让臣在炼丹之余，主动前去向黑衣剑客请教一二。黑衣剑客不必离开大王左右，臣也能学些粗仿身。第一次入章台殿，先借丹药压紫袍内侍，又能在母后提醒后立刻收风。如今面对寡人的试探，不硬抗，不认输，只顺着王权的逻辑给出另一条路。这人太聪明，可危险之人也未必不能用。可成了，这不是学剑，这是身份跃迁。你可在不误炼丹之事的前提下，向黑衣剑客请教剑术？我已经等不及了。丹道初成，若再得剑道，我的自保之力必然大涨。吕不韦不会给我太多时间，臣斗胆，想今日便开始随黑衣剑客学剑。哀家也觉得可行。昨夜刺客入宫，哀家至今回想仍觉后怕。准了，跟上。是。我今日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也真正站上了风口浪尖，也会有人试他。寡人亲眼见了，陆景的胆识，寡人也亲眼见了。可任何入口之物，都不能只凭一句话便吃下去。高帽宦官，奴婢在，去大牢提3名死囚来。大王还是要试丹，只是这次试药的人不是我，奴婢遵命。这是我没死。半枚，仅仅半枚丹药，就能让死囚脱胎换骨、返老怀壮。这丹药是真的。今日之后，那名宠臣不再只是太后身边的人，他有仙丹，得了王眼。这个消息的价值，陆景，你以为入了章台殿，便是入了局？这就是仙丹。母后如此看重那人，果然不是没有缘由。王贺喜大王！有那位炼丹公子这等神仙人。
一半的仙丹，竟浪费在了这等死囚身上。拖下去，斩了！大王饶命啊！我们已经不是废人了，我们可以为大王效力。你不能杀我们，你这个暴徒！神级感悟在身，天下武学于我而言，都并非遥不可及。今日正好看看，我和真正的顶尖高手之间，究竟差了多少？黑衣剑客，我们从何练起？用你毕生所学，攻向我。夺命13剑不能轻易暴露。好快的速度，还是另有隐情？用了全力，可他连脚步都没挪动一下。我的力量和速度，在他的剑技面前，如果说方才像一头横冲直撞的猛虎，那么此刻的他更像一条盘踞暗处。来了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这种冰冷致命的杀意。黑衣剑客，小心了。剑法试过了，变态，这简直就是个怪物！夺命13剑一出，寻常一流高手连前3剑都接不下来，可他只用一招最基础的纵击，就把我整。不是我的招不强，是他太强，强到让人绝望。还好，我还留了一手。13剑之后，还有第14剑。真丑。而且神级感悟也没触发，在这种纯粹的实力碾压面前，再强的悟性也得讲基本法，很多东西根本使不出来。不愧是大秦剑圣，这堵墙厚得让人窒息。你的剑法很矛盾，你的根基可以说是一塌糊涂。扎心，偏偏还没法反驳。这具身体原主本就是阴阳家方式，主业炼丹，剑法只能算半吊子爱好，虽有外挂和感悟，可基础根本没补上。但是，你这套剑法本身却精妙绝伦，其变招之狠，其追命之势，甚至不输于我鬼谷一脉的纵横剑术。他命不久矣，临终之前，将此剑法传给了我。黑衣高级先生，以您看，我这套剑法
威力究竟如何？运用得当，凭此剑法，你足以与宗师境初期的高手。宗师境中期，这可比我预估的还强。那是这套剑法的威力，最多只能发挥出它30%威能。方才交手，你只攻不守，看似凌厉，要的是我。等你13招用尽，真气不济之时，你会死得很快。我这一路走得太顺了，外挂、感悟、秘术、剑招，一个比一个惊人。可我真正缺的是承载这些东西的资格。这个灰衣少年倒真能屈能伸。啊，就这，我还以为能听到什么最简单的动作，练像1000遍、10000遍，练到化作本能，根基扎实，你那套夺命13剑才能真正释放威力。计时何止提升1倍，浮躁之气沉下去了，像一块经烈火反复煅烧后的精铁，杂质已去，至于随我来。你的根基太差，阴阳家的术法，我教你的第一样东西，不是什么高深剑法。就这，我还以为要教什么，结果只是教拔剑。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真正的高手相争，胜负往往只在电光石火之间。你拔剑慢1分，或许连出剑的机会都没有。剑招的起手，也是生死的第一步。没认真想过，若连剑都来不及拔，看好了，我只演示1次。若这不是演示，而是生死厮杀，我现在已经死了。也就在这一刻，他体内那沉寂已久的神级感悟轰然触发。这不是黑衣剑客的动作，这是拔剑本身。就是。恐怖，这已经不是凡间剑术，这是足以斩仙屠神、平分天地的无上魔功——天拔剑术。我明白了，真正的强，而是把最简单的一步练到极致。练到一剑拔出，便可斩天。被镇住了，不该如此。方才那一剑虽凝聚了我80%精气神，足以震慑宗师以下之人。这是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不能再把它仅仅当做一个走运的方式。伸手推开了一扇门，而门后站着的，或许不是一个弟子，而是一个未来足以
人入剑，以逸御气。多谢先生教导。若不是那黑衣剑客方才那一剑将我逼到生死边缘，我绝不可能看见拔剑二字背后的天地。阴阳家的术法重神意，借天地势拔剑，让我看看。气是剑的魂，剑未出时，杀意遮伏；剑出之时，不错，姿势、速度都已无可挑剔，但你有一个致命缺点。那一瞬，我像一张被拉满的弓。高手不需要看见你的剑，只要察觉这一丝变化，就能提前避开，甚至反杀。真正的一剑必杀，不是在拔剑前让天地都知道你要杀人，之前，像一块石头、一棵枯木，甚至一粒尘，其眼毫无杀机。先生教诲，我铭记于心。传剑是恩。第二式下劈，第三式横斩，上式。短短4招，他却像在鬼门关前走了4。这才是真正的剑法，不是招式有多繁复，不是声势有多惊人，而是把最简。在你能将这4式练到收发由心之，斩天拔剑术很强，夺命13剑也很强。这一剑别说杀人，恐怕连豆腐都刺不出几分气势，差距太大了。没有多余动作，没有多余力量，整个人如弓，脊背为弦。那种感觉像隔着一层薄纸。如何在出剑之前不泄杀机？这不再只是一个洞，而是一条线，一条从人心通向敌人命门的线。变了，就在刚才那一瞬，他的气机彻底变了。他还是一个努力模仿剑招的初学者，后一刻，他却像在刺之一道上浸淫，太突兀了。也太不合常理。这真是我刺出的一剑。7剑，只练了7剑。停下！记住剑法一样，你的天赋很特殊。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也就罢了，黑衣剑客口中说出，刚做好苦练基础的准备，结果还没练热乎，我不能表现得太急切。可这是真正能让我在这个时。这一招只有一个目的，在敌人认为绝对安全的距离之外，击必杀，百步飞剑。百步飞剑！
鬼谷纵剑术中至高无上的必杀之剑。由第一代鬼谷子所创，历代纵剑传人赖以横行天下的绝技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剑招，而是一种宣告。敌人以为距离是安全，请先生教我。我明白了，不是基础4式，也不只是百步飞剑。我以前只是会用强招。今夜真正的大门才刚刚打开。